起床，看看外面的世界。这里就是我们昨天在肯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安营扎寨的地方。现在是早上7点钟。兄弟们，昨天晚上这边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公司啊，全公司的员工在这里团建啊，今天他们都走了。晚上的话就只有我们一个帐篷在这里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别人过来啊。兄弟们，这个发型有点凌乱啊，这个地方洗个澡很难。待会儿我先吃个早饭，然后用那个矿泉水洗个头啊。这个山上昨天晚上肯定啊100%是有这个狮子在叫春的啊。就昨天有这个马赛人他们在这个地方巡逻呢，这地方肯定是有动物的啊。先不管3七21，吃完早饭再说。这是我的早餐，是西瓜、香蕉，还有这个鸡蛋和这个卷饼、巧克力酱啊。兄弟们，用餐结束了啊。在这个塞伦盖蒂的核心区啊，有非常多的像我们这种睡觉的地方。我这个是比较简陋的，这是最低配，兄弟们。最低配的这个行程呢，4天时间啊，总花费呢在11000多块钱吧，12000左右人均啊。这个没办法，你来非洲看这个动物，它这个消费就是这么低。如果说你要住到核心区那种酒店的话，人民币的话好像是大几万，然后10几万一晚上啊，那个就太天价了，兄弟们，那个不适合我消费啊。住在这个营地呢，别的没啥，除了不能洗澡，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一个惊喜啊，就是晚上非常刺激，能够听得到那个动物的声音，还有动物在你房子周围啊，就是挠那个这个声音，就是你能听得见啊。这边还有这个痕迹，不知道是哪个动物在这撒了一泡尿啊。这尿撒了还挺多的，昨天晚上肯定是有的啊，兄弟们。然后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现在在这里看不到动物了？其实晚上动物在这里非常多。他们白天呢会到那个草场去吃草，中午12点的时候会去那边河流喝水，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会往这边聚集。这边的话在晚上有非常多的那个食草动物啊。现在是早上，食草动物他们过去用餐去了，然后去那边大的草场。一会儿我洗漱完了，我就会带大家去那个大的草场去拍摄那个动物了。如果今天运气好的话，可能会拍到那个狮子在那个捕猎啊，这个是概率问题。但是中午的话，我们会去那个河边看一下，中午那个动物他们都会去那个河边喝水。兄弟们，洗漱完毕了啊，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搞定。现在早上的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儿了。现在咱们出发啊，去看这个动物大迁徙去了啊 ，Let's go！ 啊，兄弟们，看看我在非洲又发现了什么？兄弟们，你们一定见过河马，但是这么多的河马，你们肯定没有见到过，整条河流全部都是河马。兄弟们看一下啊，这个漂浮在水上这一坨又一坨的啊，这不是乌龟啊，这是河马，兄弟们，真河马，这河流里面几十头河马了，不止几十头了，上百头了。河马这个动物呢，它一般生活在这个靠河流附近的地方。你看这个首领特别大啊，首领他们等下开嘴了，这个大马哈，这个大嘴巴啊，哇，这嘴巴大，他们有时候连自己人都咬啊。然后大家也看到这个河马一直在这个水下这个吐这个泡，这其实它不是吐泡泡，它是在拉屎啊。这河马不是在拉屎就是在拉屎。你只要看到这个水花震那么一下，就说明它拉了一泡屎啊。对。那震2下就是说拉了2坨啊，因为他们拉一坨屎就要用那个尾巴扬一下，拉一坨扬一下。大河马这个首领的背上就全部都是屎啊！兄弟们看啊，河马在这个上面拉屎啊，然后在这个下游呢有非常多的这个斑马，还有这个角马在喝这个河马的这个汤水啊，干净又卫生，兄弟们。兄弟们，我跟你们说一下啊，像河马的话，它一般吃啥？主要是吃植物为主啊。现在的话，你们看这个河马的话没有上岸，因为他们白天的话觉得太热了，加上这个河马它们移动也是非常繁忙的，如果上岸的话也容易遭到袭击，所以说他们白天的话基本上就泡在水里面躺平了。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觅食。在这个河马的小时候呢，他们的天敌非常多，你像那个3色犬、2哥，还有这个狮子。包括豹子，对吧？就是所有的这个草原上的一些食肉动物都有可能是这个小河马的天敌。当这个河马呢，差不多就是1、2岁啊，1岁半左右，1岁半的河马大概体重的话在1、2吨啊，1、2吨之间。那这个吨位的话，它在这个非洲的话就很少会有天敌了，除非说它被这个一群狮子狩猎，对吧？即使说一群狮子，4头狮子干它的话，都是比较费劲的啊。成年河马跑到水里面是任何动物拿它都没有任何办法。鳄鱼的话，在它面前就是一个弟弟啊，它一口的话基本上能把这个鳄鱼腰斩了。OK， 拜拜。
这个大的呢，就是高个子叫猪冠，兄弟们看它那个脖子掉了一个黄毛带，那个东西就是它发情的时候会露出来的。剩下的这个就是兄弟们平时在动物世界非常常见的，这个叫秃鹫，世界上有非常多的秃鹫，因为这里有一头角马，能闻到很浓烈的那个腐臭扑鼻的那个味道啊。这个角马应该不是被狮子袭击的，如果说被狮子或者说猎豹袭击，它这个应该是被开膛破肚。但是显然它没有，现在有一些这个秃鹫在它的这个身体里面对它进行这个脱肛，拍摄一下秃鹫的进食。因为我说话的声音太大，它会那个停下来动作。你看它们非常的积极，让我把这个相机挪过来，它们就是这个动作，生怕我去跟它们抢食。不惯的话，它也是吃这个小鱼小虾，然后也会吃这个腐肉，但是它不能消化这个。在这个非洲草原上，很厉害的就是这个秃鹫，它是这个大自然的清道夫，它不光可以消化牛羚的肉，还能够消化它的骨头啊。可以说有这些这个草原清道夫啊，可以让这个牛羚啊在瞬间尸骨无存。这个秃鹫一直看着我，生怕我跟他们抢食啊，我才没兴趣呢。看远处还有非常多的秃鹫在这个地方观望，因为我说话的声音打扰了它。这三个家伙胆子比较大，所以说他们在这儿进食啊，丝毫不惧怕我。那个地方也有一些这个观望的这个。他们一会儿也要来进食，好吃吗？哎，打起来了！这应该是三个老大，秃鹫里面比较有地位的啊，三个先吃，其他的慢点吃。他们三个享用完了，其他的才能过来享用。这有点像那个座山雕啊，他们也讲究这个人情世故。这个秃冠呢，上来分一口肉吃了。显然这个地盘的话已经被这个秃鹫占领了啊。秃冠一旦伸头啊，鹫的话就要攻击它啊，这场面非常滑稽啊！这大个子傻大个，它吃不到，你看再过来又把它赶跑了。这是秃鹫的地盘，你们看，秃鹫仿佛在向它宣示着啊，这个肉归他们的啊。别看这个秃冠个高，没什么用啊，吃肉的话都吃不着啊。这个它又想过来叼一口啊，这两个都想过来，只能吃一下这个渣渣。这地方全让这个秃鹫给它掏干了，现场围了特别多的这个秃鹫。然后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天上也有一只秃鹫啊，它也马上来了，它现在以一个降落的姿势啊，它马上来了。草原上的这个动物，它们的嗅觉非常灵敏的，苍蝇是非常多的，一瞬间就围满了。这个就是大自然的这个生态链啊，看动物死了之后，对吧？这有专门的这个清道夫。秃鹫这个动物非常厉害，我跟你说，这个是草原必不可缺的。在这个草原上呢，天敌呢也算比较少。可能就是小时候的话会有天敌，很少有动物会去吃它们，觉得它们太脏太臭了啊。他们是专门吃这个动物的尸体的。我们得马上走了，现在车里面非常多的这个苍蝇啊，因为靠近尸体也会影响它们的进食啊，让它们好好进食吧。我们走了，全部是苍蝇啊！这窗户开一下吧，这万一带点这个病毒的话，我就完蛋了。今天是我来非洲大草原的第4天，看看我又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啊！哇，兄弟们，我们终于看到了草原最优美的动物啊，猎豹。这是一对猎豹母子，猎豹妈妈带着它的这个小孩，它小孩的话应该有5个月还是6个月大了。看那大长腿，兄弟们，真的运气很难得的，在这里真的遇到它了，而且是难得一遇的。猎豹正好带着它的这个儿子。为什么这里会有猎豹？咱们把这个镜头稍微往前面移，我就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瞪羚群啊，这个猎豹的话一直虎视眈眈的看着这个瞪羚啊。我们把这个车子稍微移一下，给你们看看它的正脸。猎豹真的太帅了，给你们看着一身性感的小豹纹啊。看看这个猎豹的这个肚子，还有它这个儿子，他这个肚子啊，两个人肚子都塞不下了。看那个爪子，还有一些这个皮肉的痕迹啊。看来刚才一定是不少美餐一顿啊，吃的这肥啊，太帅了！这个动物，兄弟们，你们看这小猎豹啊，4、5个月大的小猎豹，它的肚子吃撑了都。这个母猎豹也吃撑了，这一顿吃完，基本上2天可以不用下饭了啊。这玩意不好找，不光不好找，而且要找这种母亲带孩子的更加不好找。这真的是运气啊，运气中的运气才能找他们。珍惜这一刻吧。在非洲的草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一般瞪羚多的地方就会有猎豹的出现。看看这对猎豹母子，已经吃了个大饱了，现在这个肚子都圆了都。你现在就是下车，它都对你没兴趣。虽然说导游不准我下车，但是我要下车的话，他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你信不信？换个姿势啊，晒个太阳，这底下有太阳，老母亲晒太阳，兄弟们，哇，这个太温暖了，哇，这太可爱了。帮这个孩子舔一舔这个嘴角，这个画面太经典了，兄弟们。我们今天早上出发，在这个草原上找了猎豹，找了很多次，打算放弃的时候，最后在这个天黑之前，终于见到它了。这画面得记录下来。在我身后呢，这个猎豹呢，像平时他们一天捕猎结束了，吃到东西吃饱了，
他们会到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这个小土坡，或者说一个小石坡上休息。因为在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比较高，视野的话比较宽阔嘛，能够看到草原上有没有天敌。猎豹呢，它也是有天敌的。你比如说那个猎狗啊、狮子啊，对吧？这些过来它也肯定打不过，跑它肯定跑得过，但是它身后的这个小豹幼崽大概就4、5个月，体力肯定不行，所以说它需要在这个地方看着它孩子。这个猎豹呢，一般的话就是怀孕了，然后产下这个孩子之后呢，会单独带它。比如说男孩的话，带8个月左右，会一直带着它，教它捕猎。一般的话，这个公猎豹8个月就已经掌握了这个捕猎的这个技巧了，它就可以单独的脱离它的母亲了。如果说这个小猎豹是女孩的话，一般的话会跟这个猎豹2到3年，所以说根据这个公母的不一样，情况不一样，所以说跟的时间也不一样。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小豹这个肚子特别的厚实，基本上一天可以不吃饭。但是这个猎豹的话，一般一天打猎1次成功就成功，不成功的话就饿一天。明天早上起床拉泡屎，基本上该消化的消化了。这个是所有动物里面跑得最快的动物，猎豹。时速的话90多公里每小时，相当于一台汽车的行驶速度。你说再好的这个越野车，在这个草原里面都不可能干到90迈1小时。哎呀，最后再看一眼，这个太漂亮了，今天运气真的好，能看到猎豹。OK，Jason， we go。这是我跟猎豹最近的一次合影啊，兄弟们看一下啊，我最喜欢的这个非洲动物啊，速度之王，我终于见着它了，还带着孩子，视频、照片都拍了啊，不打扰他们休息了，再见啊。在这个草原上发现了一只跟父母走散的斑马啊，小斑马。这个年纪跟父母走散的话，很难在草原活下去啊。这个小家伙一直跟我们在前面好像看见了那个马群啊，尽量的引导到马群里面。这个整个草原现在就只有这一批这个小斑马，应该是非常的。哎，跟上，带你回家找妈妈。我们的速度如果太快的话，它会累死。距离前方的这个斑马群呢，兄弟们看一下啊，斑马群大概还有5分钟的车程，兄弟们，要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很担心啊，如果说后面有狮子来追它的话，它就得挂在这里。它这个样子的话，最多2、3个月。哇，我们终于帮助他把这个母亲找回来了啊！他回到了他的这个族人的这个马群了啊！哎呀，这太好了，兄弟们，大结局了啊！帮助了一只小斑马找回了他的这个家人啊！这边的这个斑马的这个首领好像是在对他这个打招呼啊！你看，摇头在呼唤他。兄弟们看一下啊，他们一群队伍一直在跟着我，就像跟我这道谢一样，感谢我把他的这个孩子找回来了。万物皆有灵啊！帮助这个斑马群找回了他们的孩子，他们一直在对我点头啊，说感谢一样。再见。对，终于下车了，我们把这个车子开到了一个稍微广阔的平原啊。这个地方没有狮子了啊，看了一天动物了，现在饿了，所以说要在这吃个饭。我们今天早上离开那个安全区，然后到这边，现在大家都饿了，在这里把这个中午饭解决一下。在这个非洲原始森林啊，吃火锅，这个绝对是高配啊。狮子这边没有，因为狮子出现的话，我们会看到啊，这边草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被突然袭击啊。猎豹的话就更加无所谓了，因为猎豹它个头比较小，猎豹的话咱们大老爷们一脚踹它就完事了。所以说，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如果说没有武器的话啊，像这种平原的话，一般像我们看到这个野牛的话，我们第一时间跑；看到那个大象的话，我们也会跑；看到狮子也会跑；看到这个斑马还有这个角马的话，你不去主动惹它的话，它都不会来对你干什么的。这个是我在中国城买的，老贵了。这一碗米饭的话，比你们在国内吃的那米饭都贵。给它盖上。在这个非洲草原上，没有中餐馆，没有西餐。还好这次我们从达舍带来了这个火锅，还有这个酥热米饭，在草原上吃一顿非常享受。一会儿的话，下午我们再接着给大家去拍动物。吃完的这个垃圾啊，全部收拾在这个百宝箱里头。晚上我们会把它放回营地，扔在那个统一的垃圾箱里面啊。这个是来国家公园啊，必须要遵守的一个规定啊，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嘛。好了，兄弟们，吃饱了，喝足了，现在我们继续在那个草原的深处啊，继续给你们看看，再去逛一逛，看有没有新奇的这个发现啊。